今天出门时多带了一壶好茶，本来打算晚上和玄鹤对坐，现在看来茶是喝不成了。和以前的每一次一样，每一世我死他都在场，有时站在远处，有时站在近处。从前他会在最后一刻做什么，让那场死亡变得格外漫长，格外疼痛，但这一次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看着。天道的规则很简单，每一世活不过30岁的最后一天，带着完整的记忆转世，死的时候灵魂撕裂。这不是惩罚，惩罚有终点，这是囚禁。直直剑，对违逆天道者，从不宽恕。你就是那个每世都来送我最后一程的人。我监察因果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因果的偏差。那你为何不直接抹去我？以恒阴上神的能力，抹去一个移民应该不难。你的命是天道定的，不由我处置。真是闲得没事找事。恒阴上神，以后我每一世死的时候，你还会来吗？因果有偏差，我自然会在场。那就是会来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你方才说我的存在是因果的偏差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偏差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规则本身有问题。那试试。没什么，给自己找了个活儿。我从未下过这道谕令。旧式的摄息镜只能记录，需要人工取回。我花了几十年、好几世的功夫。所有已售副本被搜查销毁，但有一卷漏了，是心神诞生时天道法则凝聚的本源之物。他凝视原石，是在审视自己的本源，他在怀疑自己存在的根基。恒阴上神也有迷茫的时候。去恒阴神殿供奉吧。恒阴上神是天道第1等神，值得最好的信徒。你告诉我了。弟子碎嘴，感激神恩浩荡，今日又书此信，
千言万语，唯愿神剑护我宗门，护我同门。事还没做完。这个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的一举一动正在被人围观。心可见，一切显现。心移民景书于剑神寝殿私设摄息镜，窃取神明隐私，触犯神殿不可侵天道法则，请即刻终止其本市受限。谢玉。他要我死，我偏不。不周山是旧神时代的遗物，太初造世时，不周山是天地的支柱。旧神陨落后，天道新秩序想把它抹去，但它是三界的根基，所以它被留了下来。一个谁都不管的灰色地带，那不周山就是我的地盘。7天，也许只有5天，他一定会来。他请命压缩了我的寿限，但他不会坐在剑心台等我死。那我便去寻他。是用法则之力逐一排查每一处空间。找到你了。旧神的路标。我这3天的逃跑路线，每一条暗道，每一次转移，每一个藏身点，万年积累的地形记忆，不会骗人。我走的每一步，都在不知不觉中靠近同一个方向。恒鹰上神，你以为你在追我？你走了一条死路。前方是杜阴台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岔入者不论神凡，一律剥离修为与记忆，坠入人间。
我知道，我在这座山里走了万年，比你熟悉它。我捉弄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一直不阻止？以你的监察之眼，我在建新台附近布置射西镜的时候，你就该发现，但你没有，你等了10卷。我在等你犯更大的错误。是吗？你等了这么久，是不是也在享受被观察的感觉？你每一世都来看我死，近的时候站在10步之外，远的时候站在100步之外。有时候你在最后一刻添一把火，让我的死变得更痛。300年，你到底是想惩戒我，还是想靠近我？靠近。300年来，不，更久。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。你的收线还剩2天，跟我回去，交出所有存档，立誓永不再犯。我可以向天道请求恢复你的寿延。恒鹰上神，你低头看看你的脚下。你追了我300年，那就陪我一起。杜英台吞噬了我们，但没有杀死我们。旧神时代的法宝不遵循天道新整时的规则，他不审判善恶，不裁决生死，只做一件事：剥离。把所有不属于灵魂本源的东西全部剥离干净，然后将那颗最纯粹的灵魂抛入凡间。但有一样东西镀金台剥不掉，法则的烙印。法则的烙印，天道赋予心神的本性：无情、严测、严苛，一丝不诱。只有一样东西杜英台没有动，天命，刻在灵魂最深处，比记忆更深，比神息更根本。拔掉天命等于毁掉灵魂，所以天命跟着我一起坠入了凡间。每一世活不过30岁，灵魂撕裂之痛，全部跟着。陛下年幼，朝政自有内阁与摄政王打理，公主参政，与理不合。尚书大人说的有理，那请问，先帝驾崩至今3月，内阁票拟了多少条政政？其中12条被摄政王焚毁，3条尚在走流程，2条已经执行。执行的2条是什么？一是裁减宫中用度，2是给边疆将士加了1月军饷，都是善政，但都不是急政。而同在这3个月里，南方水患淹了4个县，辽民北上的帖子堆了3尺高，北方蛮族在边境增兵2000，已经越过了界河。这些事，17条政令里1条都没涉及。我不是来争权的，我是来做事的。殿下这份折子准备了多久？3个月，先帝驾崩那天开始。
我能感觉到身体深处有什么东西不对，不是病，太医查不出任何问题，是一种说不清的紧迫感，像是骨子里有一架看不见的沙漏。皇姐今天在朝堂上站了好久，朕让人做了莲子羹。以后不用端来，让人送来就行。你是一国之君，不要做这些。皇姐，今天辛苦了。别怕，有姐姐在。陛下终究是孤家寡人。谢云笔，26岁，先皇的外星。3件事做完，朝局稳了。朝写上下叫他铁面王，不近人情，不留玉礼。法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规矩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谁来求情都没用。小皇帝怕他，满朝文武怕他，连外戚那帮老狐狸都绕着他走，只有我不怕。南方水患频发，4县流民尚未安置，如果不修堤固防，明年汛期一到，损失会更大。北方蛮族在边境增兵2000，战后越境试探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如果不加强军备，一旦开战，丢的不是4个县，是4个州。南方水患年年有，可徐徐图之。北方蛮族一旦破关，3日可到荆棘。正因为南方水患年年拖、年年溃、年年死人，王爷觉得多久才够？殿下心系百姓，臣感佩，但兵者国之大事，不可因一时之人而误大局。那摄政王的大局里，南方4县的百姓算什么？代价，每一步都有代价，臣选的是代价最小的那一步步。陛下觉得呢？朕听摄政王的。摄政王说的有理，那就按你的方案来。他接受了。多谢陛下体谅。清河，奴婢在。谢云别这个人，你怎么看？奴婢不敢妄加揣测。他是我最大的障碍。2年，我用了2年布局。3个人3条线，3种打法，通过清河和中间人传递消息。2年下来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脉网，不是铁板一块，但至少是一面可以当风的墙。静观其变。静观其变。
承蒙殿下挂念。谢云别已经知道了。只是把人调走。增设衙门冗员冗费，驳回。他驳回不是因为方案不好，而是因为方案背后的推手是他。我的身体在倒计时，每拖一天，筹码就少一分。殿下操劳过度，肝气聚结，还不一定能活到30岁吧。文官那边17个人里，真正愿意走到最后的不超过5个。谢云别最近频繁召见和西郊的将领，1个月内召见了7次。他在等我动手，2个人都在等对方先死。我不能再等了。掉头！掉头！不是输在兵力上，不是输在兵法上，是输在一件事上。他比我更早完成赢了军事部署，自己以为自己在布局，其实一直在他的棋盘上。殿下，摄政王有请。走吧。你以为你赢了，这天下就是你的吗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你或我的。你输了，认吧。认。殿下毕竟是公主，是陛下的亲姐姐，若处以极刑，于天家颜面有损。谋反是10恶之首，不严惩不足以尽孝恶。臣有话说。公主谋反，证据确凿。谋反是10恶之首，大梁历法第7条，谋反者，不论身份，论罪当诛。律法若因人而异，便不是律法，是人情。臣请陛下圣裁。皇姐姐，能不能？法不可因人而异。谋反，10恶之首，论罪当诛，秋后处决。知道了。
即使不被处死，也活不了多久。到底是死在他手上，还是死在命手上？请书。在这个朝堂上待了10年，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自己人。10年了，从头到尾，我没有赢过一次。犯人景树，镇国长公主，年28。皇帝陛下口谕：庶人景树罪无可赦，但怜一母同胞亲迎之情谊，朕之不忍，予以极刑，赐白绫。为什么我会觉得心痛？请书。太后非陛下生母，垂帘听政，与礼不合。先帝在时，未有明旨命太后佐证。先帝遗诏在此，皇后左理常政，辅佐右主，玉玺印鉴在此。礼部尚书是在质疑先帝的决定。哀家佐证，非为权位，乃为先帝托付。陛下年幼，诸位若有异议，可当同提出。先帝需要一个出身够高、年纪够轻、好控制的皇后，确保他儿子长大了顺利掌权。一个18岁的继后，非皇帝生母，没有根基，弱到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，但也弱到没有人把他当作真正的威胁。我需要一个帮手。谢云别。给你。什么？竹笛，自己做的。入宫之后要是闷了，就吹一吹。我不会吹笛子。可以学。你自己留着吧。谢氏嫡次子，少年成名，弱冠之年高中榜眼，正直到近乎固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谢家的人，是先皇后的亲弟弟，小皇帝的亲舅舅。与其被天下人盯在眼里，不如找个更有说服力的后盾。
他算准了我会接受。参见太后。首辅大人，首辅大人辛苦了，退下吧。可用，可信，但不可全信。他有自己的目的，和我不同路，但暂时同向。如果当时收了那只竹笛呢？这是我入宫以来唯一一段不觉得累的日子。近日黄河水坏频发，修河之银恐有不服，需朝廷明察。臣以为，当彻查崔氏二房嫡子贪没修河银两之事，还朝廷公正，以安民心。谢氏旁犯之才，亦可堪大用。即日起，委以要职。收到密信看3遍，第1遍看内容，第2遍看论据，第3遍看字。每封信看完3遍，都会烧掉。3年，配合默契到令人咋舌。朝堂上，我提出方向，谢云别在帘上接住并展开，官宦瓦解，外戚削减，边疆稳定，国库有了精舍。赵承安在龙椅上坐着，不说话，不提问，只是看，安静的像一只蹲在暗处的猫。你的信我看了。太后有何事项？别叫太后，今天不议政。是，殿下。你说要把权力还给陛下，一个13岁的孩子能决定什么？那您打算让他几岁才能决定？20岁？30岁？殿下，陛下总有一天要亲政，早一些开始学习，总好过到了那一天手足无措。我知道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云别哥哥，你知道我不是陛下的生母。先帝选我入宫，不是因为我贤德，而是因为我弱。一个弱到没有威胁的继后，是先帝留给陛下的缓冲。你觉得那些被我得罪过的人，会在陛下亲政之后放过我吗？我是继后，一旦还政，我在朝中就什么都不是了。那些被我打压过的外戚，被我清除的宦官余党，可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殿下，我会保护你。你能保我多久？你不会舍弃谢氏一族的意志而全我一人。
陛下，当断则断，莫要受制于人。我在朝中安插了3个人制衡首府、吏部、兵部、督察院，不再看谢云别的密信，只看一片政务内容，看完就烧，不再看自己。哀家以为不必再还。臣以为此事当缓议。臣请陛下圣裁。朕观察了3年，发现自己在太后送来的酒食里发现了慢性毒药，不是致命的那种，是让人变得迟钝、嗜睡的药物。太后要朕做一辈子的傀儡，首府要把朕推到台前当挡军牌，两边都不是为了朕好。同时，朕听说刘总管最近和崔家的人走得很近。13岁开始趟听朝政的第1天起，朕就在做一件事：编织自己的情报网。不是通过收买大臣，朕收买的是被所有人忽视的人。辛苦了。马厩的小舅阿肥，记性极好，谁在什么时辰出入故宫，全部记得。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为皇帝效力，他们只觉得皇帝人好、心善，没有架子。3年，情报网成型了。做什么？他知道了太后在御书房里和首府吵了什么，通过送茶的小太监知道了密信写了什么，通过宫女捡到的烧省纸片知道了太后在朕且酒食里下毒，但朕不急，因为朕已经看明白了，太后迟早会对首府动手。他是那种宁可毁掉也不愿失去的人，统朕要做的，只是在那一刻同时动手，一箭双雕。许是操劳过度，目力一时不济。宪政，时间比预想的更少，像一根蜡烛在风中摇晃，随时会灭。死后会发生什么？谢云别会推行还政于地，经营7年的权力格局会在3个月内土崩瓦解。我不甘心，谢云别是最大的变数。我花半个月采集药材，分开看没问题，合在一起就是致命的毒。几日后的寿宴，菜单由我亲自拟定。
都是书院时期的味道。殿下确定吗？确定。收服他，殿下不后悔？盐细一些，粗了会有涩味。好戏开场。毒不在菜里，毒在酒里。书院的菜。今天是家宴，不谈朝政。记得，你看了3天才还，还说不过如此。那卷竹书写的是什么来着？鬼谷子。先生说太深了，不让你们看，所以你偷出来给我看，你自己要的。我腿都站麻了。我也是。但你没说。你也没说。云别哥哥，敬过去。好。景好，14岁那年偷吃桂花糕被罚抄《礼记》，你替我抄了2遍。先生说，谢云扁，你的字比景书好看太多了，下次模仿的时候记得写差一点。云别哥哥，是你。母后，这酒不好喝吧？您在儿臣的酒食里下了3年的药，让您变得迟钝、嗜睡、精力不济，然后永远做一个听话的傀儡。儿臣13岁那年就发现了。舅舅，你是个好人，可惜朕不是。毕竟好人做不了好皇帝。福太后回寝宫，封锁消息，明日早朝宣诏。陛下，首辅他已经死了。如果当时收了那只朱棣呢？
记得？记得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刀，每一杯酒，都记得。我也是。没有告别，没有挖手，没有算什么的讨论，只是各自转身，朝不同的方向走。少了一分释然，多了一丝很浅。我回来了。恒鹰上神，路过。例行巡查。即使也需要巡查，因果无处不在。那你查吧。今天生意怎么样？一般。灵草的品相需要提升。多谢指教。不客气。因果相关，你的铺子需要重新报备。上次的执照过期了。过期多久了？300年。那确实挺久的。明天来建新台补办。好，每句话都公事公办。第一次他来，第二次已经提前泡好了一壶茶，放在桌上，没有请他喝，也没有收走。追阴上神亲自批的条子，这批种子可能涉及因果偏差，需审查3天。他是故意的。他就是故意的。第3次，旧神遗物，一枚标价3块灵石的玉坠。恒鹰上神例行检查，旧神一未流通，这枚玉坠需送建新台审核。审核多久？1个月左右。拿走吧。他就是故意的。这个月第5次了，自己倒。走了。我自己平时不喝这种茶，只在他来的时候泡。有一次，玄妖做了一件大胆的事。
谢云别每次来铺子，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一席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看一眼。这世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不周山到建新台的距离，而是铺子里那张桌子的距离。两个人坐在桌子的两边，中间隔着一壶茶和3世的记忆。有些事快不来，像灵草一样，种下去之后能做的只有等。算了，他们自己慢慢来吧。又来检查。今天查什么？例行。自己倒。没有人提到3世，没有人提到杜英台，没有人提到刑场、寿宴、白绫、毒酒、竹笛、密信，都不提了。说不出口的就不说了，在就好。下个月巡查的时候再来。例行巡查。自己到。很多事以前，面前细雨渲染，走了。景书。也许下个月他会来，也许不会，没关系，茶会一直泡着的。